韩立自然不知道，就在进入孔洞的瞬间，在离瀑布千里之外的地方，有2道绿蒙蒙的人影忽然失去了追踪目标，在原地盘旋打转不停，并且因为暴怒，2个人影口中伸出乌黑的獠牙，时不时地发出阵阵的低吼，犹如2头凶暴的猛兽一般。但2个人影没想到的是，在他2人身后数里之外，还有另外2名隐匿身形的不速之客，盯着他们的背影，在低头小声交谈着什么。怎么样，有没有把握在玄化老魔化身示警前就将他们2个禁锢拿下？否则一旦他们逃脱了，肯定会打草惊蛇的。2名人影中的一人用尖细异常的声音冲另一人传音。哼，玄夜王的所谓化身，不过用的是抽魂化神秘术，将手下几位统领强行炼制成自己的附属傀儡而已，灵智上可是大打折扣。虽然有元婴初期境界，但比正常的同阶修士好对付多了。联手之下拿下他们不是什么难事，但这种时候老魔竟然会让自己的化身单独出来活动，可是天助我们，灭了他们之后就相当于断了他的一条手臂，到时候行事更有把握。天风兄说的很有道理的，只是在下有些奇怪，这2个化身在追踪什么人，竟然会在行事关键时候被派出了古墓来，而且现在突然失去目标的样子。谁知道呢？不管何人，对我们的计划都没有影响。玄夜王一离开墓室，修为必定大减，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平常这老魔狡猾之极，根本不肯离开墓室半分，这一次要不是本真君给其下了一个圈套，恐怕我们还真是没有机会。毕竟老魔在古墓中神通丝毫不亚于元婴后期修士。嘿嘿，玄化老魔若是知道道友提前将计划暗中透露给了其余2个世家，脸色还不知会变成如何模样呢。想必这2个世家也已暗中请来了背后的宗门，静等老魔上钩了。何况就算老魔另有神通，侥幸能逃脱围杀，还有我们在墓室外埋伏着，他也是插翅难飞了吧。不错，这次我们兄弟可是谋划了近10年才成功，并且从布下圈套之日起，就始终派手下监视着老魔的一举一动，才能恰好地抓住其行动的时机。此魔一出，那他那位宠妃玉华夫人和那位刚刚进阶成狮王的独子，根本不堪我们3人联手一击。到时候无论老魔收集多少年的宝物，还是墓中沉睡数千年的尸兵，都足够我们3人平分了。而且听说那老魔天师之体快要大成，一起谨慎的性子，想必修炼大成的天师珠也暗藏在墓室中某处。只要得到此珠，将其本命元神一除，我们就算不是狮王之体，也可以借助此物将身体修炼到铜头铁臂，水火不进。这可是修炼法体的最佳宝物。嘿嘿，老夫修炼的功法并不注重体法锻炼的，对这天师珠可没有丝毫兴趣的。在下只要那陵墓中的数千尸兵就可以了，有这些尸兵做手下，在下就可在无洞山中自成一番势力了。在下就知道殷道友会这么说话，也只有道友的尸灵大法可以驱使这些尸兵易如反掌，否则这般多同道，我兄弟只找上道友，我2人和道友可是各取所需呀。这个自然，不过时间也差不多了，黄沙兄尾随着老魔想必毫无问题的。为了预防夜长梦多，我等赶紧将老魔2个分身灭掉，然后再回头埋伏在陵墓旁去，否则若是让这老魔逃回了陵墓，那可大事不妙了。的确，时候差不多了，那老魔应该也跑出了雪岭山脉，我们动手吧。这位天风兄
略微犹豫了一下，也点头同意了。这时远处的2道绿色人影仍在暴躁地低吼，片刻后忽然感到身后蓦然爆发出了惊人的灵气波动，他们不禁同时回首望了一眼，入目之处只有大片的漆黑魔云和惊人的白蒙蒙飓风，蓦然从高空中铺天盖地向他们2人迎头压下，一下就将2人吞没在其中。这时韩立正站在一处藏着瀑布后的石门前，并不知道原本即将降临自身的一场大麻烦竟诡异地被别人无意中化解掉了。否则的2名化身联袂而来，韩立虽然能够轻松斩敌，但最后一次解封法力的机会也肯定会被消耗。如今的他目光正落在石门的右下角处，在那里微微凸起，上面有一个寸许大的小孔洞。韩立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扶，那把银光闪闪的钥匙也出现在了手中，手指一弹，银芒激射而出，正好射入了孔洞之中。钥匙前半截尺寸合适，正好插进了孔洞中，只露出后半截的把柄在外面。韩立见此微微一笑，伸出了一根手指，冲着钥匙轻轻一点，一道青蒙蒙的灵丝准确地射到了钥匙之上，顿时钥匙把柄自行微微转动半圈，原本冰冷灰白的石门马上灵光闪烁，一层乳白色的光幕浮现而出，接着一阵微颤后，石门缓缓升起，一个不大的洞口出现在了眼前。韩立扫了一眼洞口方向，不慌不忙地走了进去。仅走出10余丈后，一个丈许长的传送阵就出现在了眼前。法阵周边有7、8个凹槽，全都是空空如也。见到此幕，韩立轻笑了起来。若是不知道其中奥秘的人，在这些凹槽中全部放入了灵石的话，恐怕瞬间就被空间撕扯之力拽成粉碎。当年设计这冯家密窟的人还真是心机深沉。韩立几步走到法阵前，目光闪动了几下，袍袖一抖，5块灵石正好飞入其中的5个凹槽，然后一扬手，一道法诀打在法阵上，整个传送阵都发出了低沉的嗡鸣声。以韩立的法阵造诣，传送阵是否不妥，自然一眼就可看出。既放心的身形一晃，人就站在了传送阵中心处，白色霞光将飞卷而出，韩立身影在灵光中消失不见。传送距离显然并不远，以韩立的强大神识，甚至没有感受到太多头晕之感。然后就在白光闪动中，出现在了一座不知名的大厅中。他目光一扫之下，大厅内的情形尽收眼底。此处不算太大，只有20余丈的样子，地面四壁整洁异常，全部都是那种古怪的温石砌成。厅内的东西也不多，只有2排碧绿色木架和3口数尺大的银色箱子。这就是冯家的密窟，规模之小，犹在韩立预料之下。那些木架不知用何种珍稀木料制成，存放时间许久，竟颜色不变，还隐隐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一个架子上摆放着一件件等级不一的法器，以中阶法器为主，有30余件，另有数件不知名的法宝掺杂其中，分外惹眼。另一个架子上则是一块块颜色各异的玉简，足有近100块之多，密密麻麻摆满了木架。韩立也并没有多望那些法器和法宝，也没有瞅向那几口银色箱子，二话不说就往放置玉简的木架走了过去。目光略一扫过，他随手拿起一块，将神识沉进其中。以韩立的神识强大，一顿饭的功夫就将玉简全部都翻阅了一遍，结果其中根本就没有和佛门有关的功法，不禁让其大感意外。难道那位冯轸之言有假不成？韩立摇了摇头，将这个想法抛之脑后。他可使用梦引术检查过对方之言是真是假，以对方的神识根本不可能欺骗过自己。心中思量过后，韩立目光终于落在了3口银色箱子上，略一沉吟，
韩立几步走了过去，袍袖一抖，将它们挨个打开。一口箱子中是满满的中阶灵石，足有数百块之多，一口则是盛放满大小不一的玉盒。韩立神识紧透而出，就发现里面是一些罕见的炼丹炼器材料，一看就价值连城。在打开的这2个箱子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东西，韩立脸色不禁阴沉了起来。最后一个箱子被掀开，浮现在韩立目中的却是一个个闪着各色灵光的大小符箓。韩立顿时露出失望之色，不过等其神识仔细扫过箱子后，却神色一动，蓦然伸出一只手，冲此箱子虚空一抓，嗖的一声，一物从众多符箓下方激射而出，落入了韩立手中。仔细一看，这是一个半尺来长的赤红木匣，上边还贴了一个淡黄色的符箓，木匣表面雕刻了一些佛门的经文佛迹。韩立看了看符箓，一眼看出此物只是用来封建灵气的普通符箓，当即没有犹豫的一把将符箓撕开，打开了木盒。结果匣盖方一揭开，一股七色灵光从匣中四射而出，发出此佛光的赫然是一枚拇指大小乳白色的珠子状的东西。舍利子。韩立口中一声轻吐，脸上不禁露出了喜色，因为木匣中与舍利子在一起的赫然还有2件佛门法器和一块黄色玉简。法器是一件法轮和一串淡金色的佛珠，闪动着微弱的灵光。而玉简虽然并不起眼，但韩立心思全都在此物之上，一伸手将玉简拿了出来，他迫不及待地将神识深入其中。伏虎经、转轮经、冥王诀。韩立飞快地扫过，一一念出了这些功法的名称。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玉简中记载的果然都是佛门法诀。冥王诀，这个功法我听说过，是佛门金刚护法专门修炼的一种罕见功法，好像非常难以修炼的样子。冯家这位先祖如何会有此法诀的？给我看看玉简，是否能用此功法除去煞气。不过当冥王诀3个字传出时，大眼神君都惊讶地开口。韩立听了这话，心中一喜，他才不管这位冯家先祖如何会有此功，只要能帮其解除煞气就行。于是不加思索，将手中的玉简往背后的竹筒中一抛。下面的时间，大眼神君专心参悟玉简中的功法，韩立则毫不客气地将冯家密库中的东西开始捡价值高的往自己的储物袋中装填。按照韩立的本心，自然想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都拿走，可惜其储物袋实在有限，除了那些灵石外，其余的东西都只好挑挑拣拣。那几件法宝自然要拿走，材料和符箓则找对其有用的拿走一部分。至于那些法器，韩立除了2、3件功效奇特的之外，其余的就留在架子上，没有去动分毫。挑好了东西，韩立则面对一大堆玉简，翻找起刚才自己神识扫过时看到的一种感兴趣的功法，然后盘坐在大厅内静坐不语起来。